大家好，前2天修树修下来好多的树枝，那本期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堆肥的一些经验。我们家阳台这边上一任房东种了一排的这个普胡图卡瓦，是新西兰的圣诞树也是新西兰的保护树种开花的时候是非常的漂亮的沿街有时候圣诞节前开了，感觉张灯结彩的感觉，很有节日的气氛我们家呢，但是呢，它会落一些的毛会落在身上很痒，所以我们要定期的把它修剪。你可以修剪了，但是超过一定树龄了，可能是不能杀死的，只能是修枝了。修下来的叶子呢，我们就可以做堆肥了。扔的话还得花钱这是我从网上搜到的一些关于热堆肥的伯克利热堆肥的一些理论知识吧。后面我可以详细的再讲。主要是一些成分的配比还有一些方法什么的。一开始我要先把这些叶子这些末端的这些枝先把它剪一下。可能感觉呢工作量很多很累的样子，但是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愉悦的感觉，因为做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是完全放空的状态，什么都不想就觉得听到这个外面的风声鸟叫声是一种很放松的体验。我们家因为是在一块边角地上，草坪比较多，围墙也比较长。一开始觉得工作量也是很大，但后来我们都找到了各自的方法。我先生呢就喜欢听 podcast，一边听一边干活。这些剪下来的树枝树叶其中还有可能比较大一些的树干，你稍微挑一挑然后这些树干呢，我们把它锯短了，可以烧火用，放上半年吧，让它干一干就可以烧火用了。因为我后面建了一个披萨烤炉我们就用剪草机这个剪草机呢非常耐用，我们买的时候也不是很贵感觉质量还挺好的，200-300纽币吧。然后就在上面来回的这么压呀。一开始的时候你把高度呢调的离地面高一些，这样它就能在上面走得容易一些。然后呢慢慢的降低这个档，你把其中的一些树枝再用耙子把它耙起来，来回的就这么，然后越来越短越来越矮，把高度越来越降低，这样呢最后的一些枝叶全都给你剪起来了，然后后面呢它就可以跟剪的草混在一起做堆肥用了。然后呢你再用一些耙子把一些大一点的树枝再剪起来，然后再清干净，再把它感觉就像理发一样吧，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全部的给它枯枝烂叶草然后顺便呢也把草给剪了。所以做这个之前最好是没有剪草，因为你刚剪了草之后呢，草很短，它本身就很短了嘛，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剪了。这样等草长得高一点就可以这么做。现在草坪看上去是不是干净多了不用担心它发黄它冬天嘛很快的下过雨之后就会马上那个小嫩草就长出来了，就很漂亮了这些混合的杂草各种树枝树叶跟这个草坪最后的混合在一起呢，就是堆肥的非常好的材料。这是我之前呢做的一些堆肥，现在是可以用的了，已经成熟了的。
那现在把现场再打扫的干净一下，我们用这种手锯啊来修树啊什么的，很方便的啊。先把它锯稍微短一点，这都锯好了。我们家的大傻妞。下面我们再讲一讲我用的伯克利热堆肥法觉得比较快速堆肥的一种方法，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把这种混合物全部堆在一起。前面我那表格里跟大家写的有一些最理想的比例就是碳和氮的比例，你就这么一层一层的混合起来。上面呢要盖一层这个塑料布夏天呢是保湿，冬天呢有可能因为太湿了也不可以，所以就要冬天呢要防止它太湿下雨然后它就会一开始产生很多的热量。头4-5天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不管的，然后呢就每隔2-3天，按照道理来说理想的话是2天翻一次我有时候忘记嘛，就经常翻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让它快速一点呢，就翻动的再快速一点。很热了，这个热量是真的烫手的，中心温度有70-80度，可以煮鸡蛋了，我感觉非常的烫。冬天呢在上面呢盖一个布盖一个塑料布，就很暖和可以非常暖和的，可以坐在上面很舒服的Hot bed教科书上说是18天就可以堆好了，但是呢我呢用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大约有1-2个月吧，因为翻的也不是很勤，它的热量就慢慢的降低，然后就翻开看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这种蜗牛蚯蚓在里面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来盖在你的不论是树还是蔬菜菜地上面直接在上面种菜也可以啦效果也非常好，肥料也不用施肥也保湿特别好。很多人问呢，我家里要不要堆肥桶呢？我的厨余是不是要放在堆肥桶里？我建议是不要买，因为我买的基本上都没怎么用。我发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挖个坑有一部分厨余我喂鸡了不能喂鸡的呢我就直接这么埋了。因为堆肥桶你进去翻呢都不方便，而且呢新的这些果皮了会招很多的蚊蝇苍蝇会招很多的虫，所以呢这么埋起来你要喂土里的虫而不是喂空气的虫，所以呢我就建议都是直接这么埋经过这样不断对土壤的改良呢，我们家的菜地里面的土是非常的疏松，而且富含有机质的
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